这是一颗3倍光学增倍镜，而这是一部安卓影像旗舰，二者合一便成为焦距超过400毫米、2亿像素的超视距战术核法师。而站在他对面的是分辨率暴君、郊外诗人索尼200-200G 大师。来吧，硕大的肌肉，激情的拍摄。猜猜哪边是手机拍的，哪边是微单呢？答案是，嗨，我是阿狸。在手机圈，营销有一个祖传方向，游戏对标 PC 主机，影像比肩专业相机。坊间间呢，我会把这类宣传当作段子，但通过近2年对安卓阵营的观察，虽说全平台游戏跟高端 PC 仍有明显的差距吧，可拍照呢？下面这几组照片，你能分得清哪些是手机拍的，哪些又是全画幅微单拍的吗？3、2、1，答案是右边。我们再来一组，3、2、1，它们全是手机拍的，是不是有点魔幻呢？当我们把这些看起来不像是手机能拍的照片放大仔细看细节，是不是有股 DLSS 味儿？如今专业相机追求原生，手机则是专注更好看的计算摄影。与其说是拍照，更像是用摄像头采集信息，叠加算法生成图像。不过计算摄影也并不能完全说是邪修。要知道，我们肉眼的成像其实是很差的，看到的图像甚至是道理的，全靠大脑脑补来修正看世界。摄影的本质是追光，但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不仅能够拼好虚化，更能光线重构来帮你拼好光。没错，它就是 OPPO Find X9 Pro。搭载哈苏2亿超清长焦，丹霞色彩还原镜头。采用天玑9500 SoC， 满血828传感器，7500毫安时冰川电池。以下是 OPPO Find X9 Pro 详细配置单。这里也想做一个小调研，你心中优秀影像是绝对原生画质，还是结果好不穿帮就行呢？当屏幕前的小法师们还在争论原生和算法谁更好时，大法早已两头下注。如今无论是微单还是旗舰手机，传感器大多来自索尼。OPPO 也与索尼深度合作，为 Find X9 Pro 定制了满血版的828。游戏玩家应该知道，原始帧分辨率越高，补帧与超分的效果就越好，计算摄影也不例外。为了给传感器输入更多的信息， OPPO 引入了瞬时3曝光链路技术，比传统装帧多一次曝光。很多专业风光大片其实也是靠后期软件用多张肉文件堆栈而成，而 OPPO 所做的是直接用 AI 算出多帧合成的结果。并且在此基础上还能叠加光线重构，这是 iPhone 和 X8U 在极暗环境下的表现。而这是 Find X9 Pro 开启 AI 补光。当然，普通用户很少会去极端暗光场景下拍照，更常遇到的是光源复杂的场景。在水族馆 ，RGB 光把我的脸染成了阿凡达，但有了光线重构之后，无所畏惧。我们平时看到的人像大片大多依赖物理闪光灯，这一代 X9 Pro 直接将闪光灯的亮度提升到了惊人水平，这是蓝调光线下的 LED， 而这是 X9 Pro 闪光灯加光线重构，几乎可以说拍人像不用打灯了。线下见面时，我发现不少小凯有一些社恐，不太敢拍人像。但我之前动态分享荷花照，却炸出了许多的小法师呀！如果你喜欢风景， Find X9 Pro 也是可圈可点的。
这次 OPPO 为小法师推出了打鸟专用的大师套装，外置增倍镜不稀奇，关键点在于防抖算法。X9 Pro 的大师套我能完全手持脱离脚架。仔细看，在河对岸这里有一只白鹭，这是 Find X9 Pro 在900毫米端手持拍摄的效果。当然，这个等效900毫米端是光学加 AI 超分算法重构的，我也用200-600G 大师加 A73 做了参照。作为常年接触相机原片的后期党，我能轻松分辨光学和算法虚化，也更加偏爱光学弥散。但我爸却表示更加喜欢算法锐化后的结果。而各位更喜欢哪一边呢？风景方面 ，X9 Pro 支持 X-Pan 模式和2亿像素拍摄。X-Pan 主打的是情绪价值，还原哈苏味儿，拍的好不好不重要，但这个比例在我的5K OLED 的带鱼屏上观看，几乎全是氛围。如果你爱拍照又不太会拍，那2亿像素模式很适合你。可能有观众会说，像素再高，上传平台也会被压缩呀。没错，所以高像素的核心在于2次构图裁切。至于2亿像素能放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到这么大。当然，影像分为拍照和录视频，这里分享一下个人观点哈。对于不会后期的普通人，旗舰影像手机的体验会优于专业相机，它直接给你出成片而非后期的空间。但如果是拍视频，即使你花5000元收一台6年前的 SEH， 它的画质表现依然是目前手机难以企及的。随着自媒体兴起，手机厂商开始陆续推出 Log 格式，这次 OPPO 也支持了 O-Log。Log 可以理解为可以保留更多高光与阴影细节的灰片。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光比下，普通709高光细节几乎丢失，而灰灰的 Log 经简单还原，窗外和高光细节都能够找回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一次我本可以去国外拍摄精美样片，花大量时间精细调色，让大家哇塞一下。但我知道大多数的用户并不具备专业调色的技能，因此仅做基础还原，并以电影机色彩标杆阿莱 Log 和手机色彩标杆苹果 Log 作为参照。这是苹果 Log 的色彩表现，这是 O-Log， 而这是业界标杆阿莱 Log。大家认为现在安卓旗舰机录像达到了专业设备的几成功力了？虽说高光、阴影、焦外与电影机有明显的差距，但毕竟不是一个价位段的。如果只看手机，我认为在动态范围上 O-Log 不输于 Apple Log。若论绝对画质 ，Apple Log 略强，不过60帧 ProRes Log 需要额外接 SSD 才能录制，视频容量是 X9 内录 H.265 的近10倍。总的来说 ，Log 对于99%的手机用户可能都用不上，但高帧率是旅行常用的。X9 Pro 今年终于支持了 4K 120帧升格内录。接下来，请欣赏 X9 Pro 拍摄的纯游客水平的水族馆记录。此次聚焦影像是最近发动态偶然发现很多粉丝对这方面感兴趣，恰好我学的又是电影。如果各位认为我这方面讲的不算烂的话，待今年这一波影像旗舰全部上市后，我将自费采购，与当今主流微单展开一场大乱斗。X9 Pro 的优势在于出门旅行不用带一大堆的镜头，就能获得超广角到超长焦的视野。人像模式的算法，你怎么拍都会好看，不用专门背台笔记本来精修照片。死亡光源下能进行 AI 补光，几乎可以不用带灯，主打一个轻装上阵。而国产手机影像飞速进步的背后，离不开我国充沛的云端 AI 算力，使得品牌能够自研模型，并快速将前沿 AI 技术落地。若以专业视角来看，安卓阵营视频能力尚有不足，但算力一旦突破，其进步将是非线性的。计算摄影的另一大优势就是价格亲民，
普通人若是追求原生画质，入坑全画幅为单。虽说单机身看起来还好，但配齐全焦段镜头的成本极高。像我这一背包镜头，总价超10万，而售价5999的 X9 Pro 嘛，同预算买不了一支好一点的镜头。还不只有影像这一个功能，它本质是搭载天玑9500芯片与7500毫安时大电池的手机，性能和续航表现都还不错，尤其是续航，我各种折腾了7个小时才关机。而需要加强的在于，目前算法模型仍有迭代的空间，小屏观看氛围感十足，但放大后睫毛与唇纹等细节经超分处理，仍带有类似 FSR1 的数字质感。希望后续能够针对毛发和皮肤纹理加强训练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！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！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